重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车间主任的脑袋开了瓢，甚至还一脚踹掉了厂花妹妹的2颗大门牙。上一世我好心帮忙抓偷窥狂，却反倒被沈薇薇和车间主任诬陷，说我偷看女员工洗澡，最后导致自己被国营工厂开除，从此变态偷窥狂的标签跟了我一生，直到我孤苦无依老死之际，才意外从女员工嘴里得知了事情真相。如今再次看到车间主任黄旭东站在国旗台上，道貌岸然地公开污蔑我偷看女澡堂，隐忍多年的怨气让我彻底爆发。正方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老子都重活一回了，还能让你们这群人骑在我脖子上拉屎？你给我站那儿！你才多大就学会爬女澡堂子窗户了？你这臭流氓，现在还要打主任了你！开除，必须开除！臭什么呢？还不快去喊厂长！这臭流氓要翻天了！去你大爷的！做局害我，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说我偷看女澡堂，老子一辈子全回你手里了！你给我赶！正方，你敢打主任，开除，指定得开除你这臭流氓！让你他妈的诬赖我！明明是你自己趴女澡堂窗户，让我给逮个正着，你他妈还反咬我一口！你自己一屁股屎，还把脏裤衩子乱扔，给老子去死！快喊厂长！给我住手！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张师傅、李师傅，你们倒是上去把他给我拉开呀！厂长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把这个臭流氓给开除了！松开我，黄旭东，老子非弄死你不可！就算开除我，我也得弄死你！厂长算个什么东西？好坏不分的糟老头子！来啊，我让你们冤枉我就没打算忍气吞声！你是哪个车间的？你怎么敢打主任？不管谁对谁错，尊敬领导这一条，你就不能跟领导顶嘴，就更别提你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领导动手了。你怎么对得起厂里平时培养你的那份心？厂长，这小流氓他无法无天啊！他去女澡堂子后头那巷子里偷看，让我给当场抓住了，还有好多人能作证呢。正方这小流氓必须得开除，一定得开除！黄主任，你把心放肚子里，咱们厂里的规矩那不是摆着好看的。他敢这么干，就一准得受罚。老东西，你也配当个厂长了？好坏都不分，连个真假都不问，就这么轻飘飘的定了一个工人一辈子的大事儿，就是让你们这么随便往人身上泼脏水的？来啊，就你们厂里规矩大是吧？我这一巴掌也不是吃素的，松开我，我给你一巴掌，让你好好清醒清醒。好，黄主任都把你当场抓住了，你还不认账是吧？报警，那就叫保卫科来。厂长，这事儿也用不着惊动保卫科吧？要不直接开除就得了呗。厂长，我哥他肯定是一时犯糊涂了，求求厂里再给他一个机会吧。我哥他认错了，他是真知道错了。这眼瞅着就要转正考核了，我哥是能提干的，他还有前途呢，不能开除。这又是谁呀？这怎么回事？厂长，他们俩是兄妹。正方他爸入赘到的沈家，娶了沈薇薇他姑，这是姑表亲。沈薇薇是个好工人，技术一直排车间前30。正方他技术也好，还厂里出加不少技能比赛，拿回来不少奖状。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啊！厂长，我哥他也就是头一回偷看女工洗澡，求求厂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我哥认错了，他是真知道错了，再有3个月可就转正考核了，他不能开除啊！薇薇，你别替那个流氓说好话，他在澡堂子后窗户那儿偷看，可不是1回2回了。就是为了咱们别的女工安全着想，他必须得开除。我去年那会儿就老觉得女澡堂子后头那巷子窗户根底下有人，正方他就是个死变态臭流氓。对不住，真是对不住，我替我哥给大伙赔礼道歉，他往后肯定不会再偷看你们洗澡了。求求你们再给我哥一个机会吧，可千万别开除我哥，他还得转正，他还得提干呢，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就会把一辈子给耽误了，求求你们了。行吧，薇薇，你让你哥认个错，他必须得认错，必须得赔不是。哥，你就认个错吧，跟大伙说声对不起。你往后就别去女澡堂子偷看了，大伙会原谅你的，你就认了吧。我这个表妹啊，还真是长了一张会装可怜、招人疼的脸蛋儿，还让那群工友当什么厂花一样捧着。
真是笑话！谁能想得到，我最信得过的表妹才是一切的背后黑手，才是那个最坏的人！我认你妈！大爷的，全都是你背后使的坏！上辈子我还感激了你20多年呢，揍的就是你！拦住这个野种，开除他！松开我！就算开除，我也得弄死你们！畜生啊，真是个畜生啊！你打主任也就算了，连你自己妹妹你都打！开除！你个倒插发射的野种，你敢打我！他偷看女澡堂，还敢打主任，连我都打，必须开除他！抓他去办公室，给我关起来，叫家长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正方他家长呢？赶紧叫来呀！这小畜生他疯了！老东西，你连个好赖都不分！沈薇薇，好你个绿茶婊白天花！你害了我20年啊！黄老狗，放我出去！回头再想想上辈子那些个事儿，到这会儿我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我每回换了新地方干活以后，沈薇薇都会跑来看看我，而且只要她来过了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以前被冤枉成偷窥狂的事儿，就准保又在新地方传得满城风雨。感情啊，从头到尾都是我这个表妹一手算计的，我还傻了吧唧觉着是她对我好呢，结果呢，全都是坏心眼子算计我呢！上辈子一直到我快不行了，我这才在菜市场碰上了那个因为心里头愧疚了20多年的女工友，她把当年的事儿一五一十全给抖露出来了。当年啊，那个往我身上泼脏水的整个套，全都是沈薇薇一个人设计的，所有出来作证的人都有把柄捏在沈薇薇手里头，全都是她安排好了的。就为了赖上我，就因为我爸是倒插门进的沈家，沈家的人看不上他，偏偏我的技术比沈薇薇好出一大截来，他眼红了，急得不行，所以这才想出来这么个缺德带冒烟的坏主意，要毁我一辈子。我气得牙根痒痒，这事儿我饶不了他，重新活这一回，这口恶气我非得出干净了不可。这一辈子我脑袋里装着往后20年的记忆，知道所有能发财的行当，就算让厂子开除了，就算转不了正，我也指定能混出个人样来。可是在那之前我不能转正，他沈薇薇也甭想提干，一辈子的仇那就要用一辈子来还。奶奶的，还寻思去医院瞧病，我点头了吗？追，赶紧追呀！打电话让正方跟沈薇薇的家长不用来厂里了，直接去医院啊！造孽呀！都重新活一回了，要是把这口气再咽回去，那可就太窝囊了。快，别人都跑了！说巧不巧的，正好就是在我被赖上偷看女澡堂洗澡以后，让厂子给开除了。我那个好舅舅，也就是沈薇薇她爸，假装好心找人给我安排到了这儿。
一个本来能提干的好苗子，硬生生让沈薇薇他们爷俩使坏，给安排到了纺织厂里头，当了扛大包的苦力，一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来了。现在再一看，早就是他们爷俩算计好的。这个破国营厂子，早跟市场脱了节了，再多停2年也就改制散伙了。所有的工人都得强制下岗，把我安排进这儿来，这心也太黑了。老沈家这一家子就没一个好东西，连我那个好赖不分的伏地魔的妈也算上，还有那个当了一辈子倒插门女婿的窝囊爹，自己亲儿子让人冤枉，他们不信我也就算了，还帮着沈薇薇他们爷俩一个劲儿的打我、骂我，把我说的一文不值，亲手把我这一辈子给毁了的，我谁也饶不了。上辈子我也没怎么来过，不算多熟悉。再说我也就只在这干了半年，后来我偷看女工洗澡那事儿，又让沈薇薇私底下跑到这儿来给传开了，女工们都怕我，嫌弃我。再加上那个对我还算挺好的女车间主任，也离开这个国营厂子，自己出去做买卖了。没了对我好的人，我也就干脆不干了，走了。这地方可是女工宿舍的生活区啊！平时女工们下了班，在这洗洗衣裳、洗洗头，有的连澡都在这洗。这冷不丁撩水的声音，我不会这么倒霉吧？正好窗前有歇班的女工在这洗澡呢。是他。还好，是穿着衣裳的。没想到重新活一回，竟然能提前见着陈经理。陈经理是上辈子唯一一个对我好过的人。国营纺厂的女车间主任陈若愚。当初我让人从厂子撵出来，到了这纺织厂，还是这位女主任领着我认的门，给我派的活。她看我年纪小，还给我买过衣裳，对我是真挺上心的。别把能学技术的脑瓜子给荒废了，出去学个手艺，就算当个技工，也比在这儿当苦力扛大个强。可惜啊，3个月以后，陈若愚就打定主意要从这国营厂子不干了，自己下海做买卖去。那个离开了国营厂子的陈若愚，不光弄了自己的服装牌子，还成了南边那头一方的做化妆品生意的大姐大。有一阵子还当上了全省最有钱的女人。可那时候，以前对我挺照顾的那个漂亮车间主任，已经是高高在上了。我呢，还在烂泥坑里头，活成了最没能耐的样。我们俩人自然也就没什么来往了。这一辈子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倒是真想跟着这位漂亮经理一块不干了，也下海做买卖去，也闯出个名堂来。就凭我重生以前的20多年的经历，我肯定能让陈若愚的买卖再上个台阶，我自己也能有更好的前程。现在我着急上医院找那2个人报仇，那才是顶要紧的事儿。再说了，我可不想让陈若愚发现我在这儿偷看他洗头，让他把我当流氓，那可就坏菜了。等过些日子，把家里头那些烂事都处理利索了，我再来厂子里找他也不晚。侬哪个瘪三，小刺佬，敢偷看老娘洗头，侬有本事不要跑了，老娘扒了侬个皮了，侬信不啦？你个混蛋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就是这儿了。爸，你那拐棍呢？
喵的，人呢？我走的是小路，不应该慢这么些啊！难道是在甩掉那些行友的时候耽误功夫了？护士小姐，我闺女她在哪个病房啊？她叫沈薇薇，刚从第一机械厂送过来的，她怎么样了啊？让你们医院领导出来见我！我闺女要是有个好歹的，我跟你们没完！知不知道我是哪个部门的？你们是说从第一机械厂送来的那个主任跟女工是吧？皮外伤，已经消过毒，止住血了。现在在3楼308病房给那个女工办的住院，掉了2颗牙，嘴唇子裂开了，得安排手术给缝上。哎，我的薇薇啊，好好的一张脸，这就破了相了，这让她以后还怎么出门见人啊？姓郑的，你那个混蛋儿子干出这种丧良心的事儿来，我闺女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她没完我！郑先生，你们还是先交下医药费吧。看看你们那个混蛋儿子干的好事儿！那小乌龟蛋上3楼了，他不是让关在厂里了吗？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追啊！别人管了！保卫科，保卫科，有人上3楼闹事儿了，赶紧来人呐！沈薇薇同志，你等着，等你们家大人到了，厂长跟工友会给咱们做主的，你就直接指认他偷看女工洗澡，一准得开除他。开除，一定要开除他！我要让所有坐着的人都出来，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！这心肠怎么比那毒妇还狠呢？这个薇薇同志，要不你先吃点儿。我没有！黄老狗，你也配吃上猪蹄子了？闭上你的臭嘴！上辈子的坏人落到我手里了。我能让你平安到年底，那都算是喜事了。沈莲花，这根棍子就是给你预备的。妈呀！别打我了，我不敢了，我真不敢了。吃，给我吃啊！黄老狗，还真是让我打出翔来了吧？还饿了，那我就让你吃个够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小乌龟蛋，你再动你妹妹一下试试，我饶不了你，让你们姓郑的润出沈家！妈，救我！救我！哭，
没吃饭啊？给我大声点儿！20年，今天先还利息。快救我！正方，你要干什么？微微是我们沈家的闺女，你敢动她一下试试？你完了！出去！别再往前走了！微微，开门呐！救我！住手啊！算我求你了，大外甥，饶了你妹妹吧！我真给你跪下了，周哥、姐夫，我求你了！都是我家那个小乌龟蛋犯的错，对不住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给你跪下赔不是了，我指定打死他，给微微赔罪。你俩怎么还办上了呀？赶紧开门救人呐！看看你们老郑家的坏根儿，把我侄女打出好歹，我跟你离婚！求求你们了，赶紧把门打开吧！我闺女快让那小混蛋给折腾死了！没时间了，解恨！开门，开门！郑正，你个窝囊废，你给他跪下干什么？你亲儿子，你不信我？沈家谁给过咱们好脸儿？你就不能硬气一回？非得当一辈子窝囊废吗？不帮自己儿子，你还算个当爹的死乌龟！小混蛋，敢跟你爸这么说话？你妈也是沈家的人，厂里主任都说了，你偷看女工洗澡，当场给逮住了。你敢打主任啊你！小混蛋，赶紧放开你表妹！他们毁我一辈子，我也毁他一辈子。我妈也不是好东西，她看得起你这倒插门吗？看得起我这亲儿子吗？钱都给她递了，给我买过一件衣裳吗？没我奶奶我得光腚长大，我呸！难怪爷奶跟你不联系，你们配生孩子吗？我是你们亲儿子，他们泼污水你们不问，直接就觉得是我干的。从小到大了，我干过一件坏事没有？你个小混蛋，你是当哥的，跟妹妹较什么真儿？你爹是倒插门，微微才是沈家孩子，比我亲生的都亲，家产都是你妹妹的，你们爷俩甭想捞一个子儿。微微怎么可能泼脏水？看我进去不扒你乌龟壳！一辈子的仇，需用一辈子来还。什么味？按住他！给我按住！微微啊！让这小混汤吃不了兜着走！郑正，瞅瞅你那混蛋儿子，都是你们老郑家的坏根儿！姓沈的，就算肠子开了我也饶不了你们！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死乌龟，伏地魔，我是你们亲儿子，你们就这么不信我？那当初生我干什么？就图你们自己舒坦是吧？信我，找人查查，就这么难吗？小混蛋，我让你！哎呦，松开！松开拉开他，赶紧拉开！撬他嘴，掐他腮帮子，撬他嘴，掐他腮帮子，捏鼻子，捏住鼻子，他就松嘴了。这小子怎么耍狗了？我是你妈，你敢咬我？
快拉开他们！这是我亲妈，那是我亲爹，他们从头到尾都没信过我，只听沈微微的。上辈子的仇，这辈子非报不可，谁也别想让我原谅。都给我滚一边去！伸手要正正，既然你们只信沈微微，那今天就断了这关系。这辈子到死都别来往，我以后混好混坏都不用你们管，就当你们没生过我。都是让你爷爷奶奶惯坏了，把你们老郑家的脏东西倒插门进来，坏了我们沈家的门风。让你跟着姓沈你不干，非得姓郑，打小就不如微微听话懂事儿，现在显出你们老郑家的坏根了，我就当没生过你。没生过，我呸！今儿个我要是不报警，把这小可爱抓进去蹲大牢，我就不姓沈。小杏，犯不上。报警，让保卫科处理，你可不能跟他学。你还有微微要照顾呢，多替你闺女想想。这可使不得，这是要出人命的！你们这会儿都长出手来了，我闺女挨揍的时候，你们死哪儿去了？别拽着我，今儿个我非得弄死他！爸，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！报警！赵厂长，我闺女让人打成这样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开除，这样的工人必须开除！我们还要报警，抓他去蹲大牢，枪毙他，杀了他都解不了气，不够给我闺女报仇！我闺女好好的厂花脸，将来是要提干，是要跟外国老板结婚的，全让这小畜生给毁了！我非得要他挨枪子儿！厂长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就是，今天这事儿必须给个说法。厂长，我这可是为了工作受的伤啊！我比沈微微同志都冤啊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！报警！我要让这小畜生蹲大牢！报啊！现在就他妈报警！你不报，我他妈也要报警！护士，报警！沈守德更是让我这一下子给唬住了，他怎么还嚷嚷上要报警了呢？还要不要脸了啊？报！哼，报警也先把你跟你闺女抓起来，不信？你跟你闺女沈微微合起伙来做套害我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毁我名声！沈微微，我自己上辈子快死的前2天，想着去菜市场买点好吃的，送自己最后一程，结果就碰上了考核没考好，在菜市场卖了20年菜的赵琳琳。这个女工友，就是赖了我一辈子的帮凶里的一个。兴许是筹见我40多岁的人，瘦得皮包骨头，病得就剩一口气儿。赵琳琳她心里头过不去，一辈子提心吊胆的，到底把当年的事儿全给说了。现在我又活回来了，早就把沈微微那些勾当，还有所有人的把柄都摸得门儿清。这些玩意儿，马上就能变成我报仇的刀子。报警，我看谁怕谁！沈莲花，要不要把3车间的赵琳琳薅出来，当面对质啊？他不就是弄坏了你一根外国钢笔，值个1000来块钱，就让你拿这事儿当把柄要挟他，让他出来指认我。可是那天他压根儿就没去洗澡，用不用我找出个人证来，看看咱们俩到底是谁在撒谎啊？不可能！赵琳琳，她
敢说话不算话，他就不怕我跟他要杠比的钱吗？你胡编？我胡编？那赵琳琳是假的，还有3车间的刘希，2车间的张荣。喂，你们已经来不及了。就连你给你闺女那300块钱，让她拿钱收买工友，出来做假证，这事儿要不要我给你大声往外抖搂抖搂啊？我问你呢，要不要我往外说？你哑巴了吗？我的好舅舅，嘘，你别喊呐！你让你妹妹往后怎么做人呢？你闺女她怕往后不好做人，那老子还要不要做人了啊？我问你话呢！靠！护士，聋了呀！报警！打110！啊！我这一发疯的喊，一下子就从打人的变成了要报警的，当时就给在场的这些人全都吓傻了。警察！别喊！别让他喊了！护士不能报警，我还得做人呢！他就是个疯子，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我快让他逼疯了！快别让他喊了！姐，你可别吓着孩子，他还小。你们爷儿俩居然真是黑心，要毁了我儿子一辈子的名声。他就算是那倒插门的废物生的，就算他不姓沈，那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我姓沈啊，我是你姐。你们竟然！我这些年的工资花在你们身上的，少说也有7、8万了。我那也是为了沈家着想啊！谁让你那儿子都能考进车间前10名，眼瞅着是能提干当主任的料，往后是要有大出息的。那我闺女可怎么办？我不能让一个窝囊废的儿子比我们家闺女还厉害啊！姐，你是个丫头，注定了不能给咱们老沈家传宗接代。可我闺女她不一样啊！我跟你闺女怎么就不一样了？我也是沈家的闺女，我是亲姑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。我这个当姐的，自己家老爷们儿子我全不管，我也得先让你们家把日子过好了。我对薇薇那比对我自己亲生的都好啊，她是沈家的血脉，我这个当姑的比她亲妈对她都亲啊！你们爷俩怎么能这么骗我，这么害我呀？算了，事儿都这样了，就这么地吧。你个窝囊废呀！都这时候了，你还能就这么地了？滚一边去！我们不报警了，就算我们倒了血霉，不就是让你儿子受点委屈？你本来也不待见这个不跟你姓的儿子吗？我这是帮你的忙啊！再不敢提报警这茬了，生怕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，再把他闺女的名声给毁了。挨了打，伤能养好，大不了去整整容。给我解开啊！眼神不好使啊！赶紧开除我！老子1分钟好几百个亿上下，知道不你们？赶紧给我解开！哎呀，快把它给我解开！这，快把它给我解开！咱机械厂这庙小，容不下这尊大佛，开除！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上辈子泼我脏水的帮凶。黄旭东，你还在呢！给我滚！撒开我！啊！
我真是受不了了。正方同志啊，就当厂长我求求你了，这事儿能过去了吗？这一下一下的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冤枉你的人不是找着了吗？是沈薇薇呀！黄主任也是让人蒙在鼓里了。我们厂领导可不是你舅舅，不是沈薇薇的家长。把你开除了，咱们这事儿就算两清了。你要是还没完没了，我可真就要报警把你抓进去了。你这也太吓人了啊！厂长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我实在是扛不住揍了。一天挨了2顿揍，换谁也扛不住了，用的纱布都比裤衩子长了。偷看女工洗澡的就是黄旭东！你个老东西，狗屁厂长！你这个笨汉！我看你该把位子让给我坐。好赖都不分，不配当领导！报警啊！让保卫科好好查查，问问那些瞎了眼的工人，问问扫地的。这老王八蛋再一天，我就不让你们消停！撒开我！你黄主任，你还是老工人，你真敢干这事儿？是不是你干的？连我都敢糊弄？不是我，厂长。我是技术能手候选啊！我有媳妇儿有孩子，怎么会都是正方乱咬人？真不是我呀，厂长！跟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老听我解释不这样的。厂长，去你的！哎呦，别打了，我扛不住了！厂长不是我，我要评优秀工人了，快拦住他呀！滚出来！再说一遍，不是你！你也配当技术能手？这辈子你不能当一天技术能手，一天都不行！把他拦住！撒开！今儿打痛快了，不想打了，滚一边去！你们也没一个好东西！正方同志，我们错了，就到这儿吧，成不？体谅体谅我这个厂长，我们回去一定好好查，就当是我求你了。行，今儿我也打累了，可这事儿没完，明儿办手续，老子不干了，往后最有钱的准是我。那个，你弄坏了门和椅子。我是工人，我哪有钱？找我家里大人去，后头地上趴着呢。他俩有钱，有的是钱，一辈子没给儿子花过，光知道生了，他俩也该掏钱养孩子了，找他们要去。痛快！上辈子20多年的憋屈，今儿一口气全打回来了。先收了一笔利息，本金往后慢慢算。98年的上杭市已是全国拔尖，可比起20年后那个国际都市，还差得远。往后那些红火热闹，这辈子都得是我正方的。既然撇清了关系，就得从家里搬出来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主要怕等我有钱了，还得给他俩分钱。一想到马上能在千禧年呼风唤雨，把钱都攥在手里，钱像流水往兜里淌，就忍不住笑出声。喂，你笑什么呢？笑得那么猥琐，是不是你翻墙偷看女工洗头了？大哥，我是个工人啊，你淫贼？不能是说我吧？我什么也没看见啊。陈若愚脾气这么火爆，不藏着掖着，直接招人抓贼，怪不得她能成全省最有钱的女人。行了，不是你算了，走吧走吧。工人不好好上班，瞎溜达。不在乎这态度，国营单位
耗子都能摆谱，可我太想进这场学本事了。离开家得找吃饭睡觉的地方，顺带挣点发财的本钱。月薪1000多，再低我也认。什么也不用干，等3个月后陈若愚下海，我跟着他，支持他，就能躺着赢，挣到第1桶金。送到面前的好事，不能让他跑了。哎，大哥，这活儿我能干啊，我体格好着呢。老天爷都帮我。上辈子是舅舅找关系让我进厂当苦力，我自己没看见招人消息，没想到重活一回，抄个近路，误打误撞给自己弄出个挣钱门路，太合适了。你，哼，体格好，确实不像。老天，要不是被沈薇薇和黄老狗害了，我本是提干当主任的好材料，现在技术忘光了，提干没指望了，难不成想当个保安都不行？大哥，别看我年轻，我浑身是劲儿，跑得还贼快。今儿我刚揍了车间主任，连厂长也打了。论打架，我是一把好手，我真能干。吹牛都不打草稿。行了，真想干就明天下午再来，陈经理亲自面试。我们这儿可是国营单位，不好进。去吧，明天下午再来瞅瞅。谢谢大哥，祝大哥往后财运亨通，年年发大财。明天下午我一准儿来。眼鏡嘅佢明白波珠解決唔到道理，要長大要負責任，屬於兩個人。小赤嫂，大白天的拆房子！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偷的？老东西，这是你家吗？当年你们撬锁霸占这楼时，怎么没人喊你们滚？想装本地人，就学学人家的心胸。你当年不也是北边来的吗？我是你外婆，把你妈找来，去祠堂跪着，动家法。乡下人怎么了？乡下人生的就是贼。城里人就都高尚，贪官奸商有几个是乡下人？那你们那儿都不是好人，你全家都不是好人。媳妇，做人可不能忘了初心。媳妇，你是不是忘了在农村种地喂猪的日子了？老糊涂了。你管我叫什么？媳妇也是你能叫的，小可爱。上辈子爷爷病重，他拦着窝囊爹郑正不准回去见最后一面，我跪下来求他，他也没点头。就冲这件事，我恨透了他。起开，媳妇。人老了，腿脚也不利索了，好狗还不挡道呢。小可爱，给我上祖宗牌位跟前跪着去，看我不动家法，打死你！气死我了！好，好，好，媳妇，你给我来这一套是吧？又提你们老沈家家法，你自己姓赵姓什么都忘了，你也成了沈家的人了。行，那我就听你的。去见见你们沈家那些抱老死鬼的牌位，我点上一把火，让他们暖和暖和。干什么？小可爱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个臭乡下人！你要对祖宗牌位干什么？你给我站住！小可爱啊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！你点火这是要干什么？我想干这事儿可老长日子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住手！快住手！小乡下人，你怎么敢啊！烧了这祠堂牌位，沈家祖宗会从地底下上来，把你这个小拽下去的。都死了那么些年了，
你们沈家祖宗还在地府里没轮上投胎呢，看来活着时没少干缺德事儿啊！我这是用3倍真火超度了他们。喜凤啊，你得感谢我才对啊！就你摆的这插电的长明灯，你这是赛博祭祖啊！用不着你这个小可爱管，这长明灯是我上南有高僧给开过光的庙里头求来的，那是开过光的。别扯犊子了，你这心也不成啊！这么多年的社会教育还没让你那一颗红心跟着唯物主义走啊，就让我帮你一把火全给他烧了，把这些糟烂玩意儿全烧了。往后你也不用拜了，好好养着你那老妖，争取多活2年，看着我当上最有钱的人，再气死你一回。救我啊！你是要遭报应的！你个喜凤啊，我这是帮你破除封建迷信，往后可别瞎整了。这儿离门口不远，你赶紧走吧。一会儿你再跟着这火光一块下去见沈家祖宗了，那可就不划算了。我又不姓沈，拜拜了您呐。这祠堂只是个没窗户的小次卧，烧完牌位和木头，只剩水泥墙和铁门，根本不用担心会着大火。这老太婆骂得越厉害，说明她越生气，还真是个好事儿。你怎么在我家？我在哪儿用不着你管。今儿个这事儿还没完呢，你闺女这辈子也甭想提兵了，我是说什么也饶不了她的。让他走！正方，我再怎么说也是你舅妈，你也该差不多了。我们家薇薇又没真让你损失什么，反倒是你把你妹妹打成了这样。往后你要是再敢来，我们也不客气了。什么味儿啊？哼，怎么好像有人在哭？行了，别找了，回家吧。进去瞅瞅，你妈要几分熟。我的妈呀！我刚出了一口恶气，心里正舒坦，马上就能见着对我最好的爷爷奶奶了。这可是我又活过来一回最盼着的事儿，还能见着身子骨硬朗的爷爷奶奶。他们是我这世上真正能指望上的亲人。爷爷奶奶是国营厂技术骨干，响应号召来到上户，他们是正儿八经有学问的人。可儿子偏偏是个窝囊废。有一回我又在沈家被欺负，直接把老爷子气的跟我爸断了关系。这么些年了，老两口只认孙子，不认儿子了。哎，爷爷！哎，你个小兔崽子，这还没下班呢，你就敢旷工啊？我大孙子来啦！赶紧上来，甭听你爷的。今儿个咱包茴香馅的饺子，上来！给你奶奶我擀皮儿来。老郑同志，回家切西瓜去。我又一回见着爷爷奶奶这么硬朗的模样，这鼻子一酸，当场就哭出来了。爷爷，你还没死呢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！你这混小子，盼着我死啊！滚上去！今儿个我徒弟刚送的西瓜，让你赶上了。去！身上怎么整的？脏一块烂一块。那姓赵的地主婆又不让你使唤洗衣机？可别老地主婆的叫人家，再把孩子带坏了，让人听见了不好。奶奶，你也还活着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这一回，您大孙子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俩出事儿了。这才几天没见，这大孙子是在那户人家里受了多大委屈，刺激成这样了。好了，不叫他地主婆了，这总行了吧？走，这就上去了。成天在家拜沈家祖宗牌位，那还不是地主婆？迷信的小老太太。大孙子，是不是他们又欺负你了？爷爷替你做主去。爷爷，我可得想死你了，您可一定得好好活着啊！等往后你孙子我发了财，我好好孝敬您跟我奶。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虎？去！我不管你是什么脏东西，赶紧打我大孙子身上下来！想当年我可是参加过抗联，杀过小日子的。来，老于同志，你先吃一块。大孙子，你瞅瞅，你爷这辈子也就是嘴上能耐，
明知道我正揉面呢，还让我先吃，不就是故意溜须我吗？老不正经。至于在沈家和厂里发生的破烂事儿，我没打算让老两口知道。爷、奶，你俩就放宽了心，好好活着，活他个长命百岁，就等着我发了大财，回来把这屋子全拿钱给你们填满了。好，那我跟你爷可就等着了。我跟你奶一块儿等着。我是一定得活出个人样来，把所有能挣钱的机会，全都死死地攥在自己手里头。沈家那帮狗东西没敢追来搅扰这份情景，今儿个可是有大事情要办。儿子，你在这儿呢，那可太好了。哎呀，昨天那事儿，喂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有屁你外头放去，别进去打扰我爷我奶。瞅着你，都倒胃口，真猩猩晦气。儿子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爸，你也不能老跟我这么说话呀。昨天那事儿，我跟你妈那不也是闹误会了吗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他猩猩呢？你走不走？再跟我这儿废话，你信不信我一石头把我自己亲爹打没？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还真要杀你亲爹啊！昨儿个你把你外婆那祠堂给烧了，把那老太太都给气得住院了，你可真是个混蛋！呸！我看你还敢不敢再来？这东西使得顺手，正好拿它防身。他昨儿个把主任打成那样，自己竟然一点伤都没有。郑芳，他还敢来，连个包都没背，估摸着是让开除了，来办手续的。活该，谁让他趴女澡堂子窗户偷看人家洗澡了？你可小点声吧，我听说了，那事根本就不是真的。往他身上泼脏水，就他那怎么可能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主任还打工友，不管这事儿是真的假的，我也不想跟这种人一块上班。呸！谁稀罕跟你一块上班似的？20年以后你还在那天桥上卖那盗版的光盘呢？就你这脑瓜子，上班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是把你那猪脑子留着干点别的去吧。今儿个我来，一个是为了办退职，再一个也是为了把这事儿给说明白了。谁说真相就得等10年8年？要破谣言，最好的法子就是当场对着干，也省得往后这么些年，我正飞黄腾达的时候，还有人在背后蛐蛐咕咕。手续都在这儿，摆开了。等他来了，就让他签字，赶紧走人。厂区各个车间都安排好了组长了吧？可千万别让他闯回车间，再干出点坏事儿。厂长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我们保卫科所有人全都出动了，说什么也不能让那小混蛋再瞎胡闹了。好，这就好。一旦瞅见不对的苗头，马上就把他摁住，可千万别再出事儿了。厂长，事儿还没查明白呢，就这么把车间前10的好苗子开了，太可惜了。万一真是黄主任他们泼脏水呢？那咱们不就让他受天大的委屈了吗？再说了，下个月就是全国技能竞赛了，郑芳的技术是能拿奖的水平啊，他能拿前3名，就能直接提干当主任。这个事儿是不是再琢磨琢磨？最起码也得等黄主任他们那事儿查个水落石出再说呀。怕只怕我有心等着，可我这把老骨头没那个命看了。如今一想起来他发疯的样，我心里就直突突。再有1年，我可就退休了。成绩不成绩的，对我不要紧了，能活着退休，才是顶要紧的事儿。他就算是把前途都毁了，那也是他自己毁的。你们啊，照我说的做，赶紧把他打发了，可千万别再节外生枝了。厂长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们保卫科的全都出动了，
就是为了护着场子。今儿个我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岔子了。这大清早的也有广播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喂，三车间的沈薇薇同志在吗？对不住，请让我用沈莲花这个名字称呼你，一个白莲花绿。对了，还有车间办的黄旭东、王老狗，你在吗？王老狗，你不会又去趴女澡堂子窗户了吧？二车间的许师傅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男人黄旭东，他就是个偷窥狂，赶紧跟他离了吧！各位工友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郑芳，今儿个给大伙儿带来一条晨间快报，是关于昨儿个我在厂区发生的事儿的真相，按照表现来推理。快找人上广播站去，把他给我拦住！关了，把喇叭给我关了，关了，把那个该死的喇叭给我关了！和黄旭东的丑事。还都傻站着干什么呢？没听见我说的吗？去把他给我拦住！你们是不是不想让我安安稳稳退休了？这种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咱们厂子准得让上级严查，那脸可就全都丢光了。是，快，保卫科的弟兄们都跟我来。那广播站就在楼下。干什么呢？这是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进去，把那喇叭给我关了！厂长，进不去啊！他在里头反锁了。沈薇薇啊，你拿一根假的进口钢笔吓唬人家赵琳琳，让她替你干了多少坏事啊？他要是知道那钢笔就值10几块钱，那还不得把你嘴给撕烂了？还有三车间的苏婷，沈薇薇是不是拿着你写给刘华的表白信要挟你呢？其实啊，那刘华早就跟沈薇薇亲上嘴了，你还傻了吧唧的替他做假证呢。这回啊，你们那几个人的把柄我可全抖落出来了，往后啊也就不用再怕沈薇薇拿捏你们了。欢迎你们来到这真相的世界！都放宽心吧，就你们这点破事儿，放在几年以后再听再看，都是平常不过的小事儿。也就是你们这帮傻乎乎的工人还把它当回事儿。哎，我再给你们说个更带劲儿的。黄旭东啊，黄旭东那条老狗，他不是有媳妇儿有孩子，还去偷看女工洗澡吗？其实啊，还不光是这么回事儿呢。你猜怎么着？许师傅，你还记不记得今年上半年10月份的时候，他送你的雪花膏啊，那是黄旭东给他外头的买金项链的时候人家给的赠品。傻眼了吧你？赶紧跟他离了吧，往后啊跟着这样的男人那是没好日子过的。对了，还有啊，我还知道厂长的一件事儿。这老同志啊，快给我踹开，撞开！别让他往下说了，撞坏了算我的，算我的！郑峰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我这还没说完呢。那老厂长去东城区捏脚，做那泰式的按摩，开背，还给那8号技师充了3000块钱。他那是挪用的公。又接近放手，循環播放劇情有多少個然後？如果現實我會選擇把我會選擇。你给我等着，第2季我们再算账。